人鱼部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，一旦人鱼王与其中一位雌性结契，他会以精血炼制出一颗蛟王珠，此珠不仅能赐予持有者强大的精神力，更能保部落千年兴盛。为此，部落中的雌性们为之痴狂。原主不惜谎称拥有治疗异能，成功获得了人鱼王的青睐。可谎言终有被揭穿的一天，当人鱼王发现他的欺骗后，震怒之下将他流放至极地海域。更糟的是，一直嫉妒原主的几个雌性趁机报复，用草鞭抽裂了他的腰背，用锁链穿透了他的肩胛。他们甚至买通押送的海豹兽人，让他的恶名传遍整个流放之地。没有一个海兽人愿意接纳他，他被赶到海域最角落、最寒冷的冰岸上，在尝尽一切的痛苦后，原主在煎熬中死去。当苏唐的意识在这具身体中苏醒时，刺骨的寒意与剧痛同时袭来。他颤抖着将手按在伤痕累累的胸膛，掌心突然迸发出妖异的紫光，随着光芒流转，那些狰狞的伤口竟开始缓缓愈合。在穿越前的世界，她本是隐居山林的巫女，只因一具巫女是妖魔所化，她就被绑在木架，用阵法折磨，被大火烧死，却阴差阳错让她再次重生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嘶吼声打断了苏唐的思绪，一头身形巨大虎鲸在痛苦的哀嚎，摆动着的身体将这片海域的植物捣毁，海水瞬间浑浊起来，鱼虾们慌忙的逃离。眨眼间，这里就剩下苏唐和发狂海兽。苏唐定了定神，决定会一会这个家伙，不能让他一直在这搞破坏。娇美的人鱼如同海中的精灵一般，摆动的鱼身划过一道优美的波浪线，游到这头巨兽的不远处。苏唐伸出右手，指尖的一丝紫色钻进了虎鲸的身体，在他身体里游走探索，最终走到了虎鲸的精神海里。黑色的污秽挤满了虎鲸的精神海。苏唐皱了皱眉，应该就是这了，让这只虎鲸发狂的罪魁祸首。他也不再迟疑，把刚恢复了的巫力全部注入虎鲸的精神海里。紫色的巫力像遇到了美味的食物，贪婪地吞食着污秽，直到吸完最后一丝污秽，才回到苏唐的身上。感受到巫力带着蓬勃丰盈的力量归来，苏唐似有所悟地笑了笑，轻轻抚摸着虎鲸尖圆的脑袋。乖，没事了。清理好精神海的虎鲸享受地翘着尾巴，还时不时地发出嘤嘤声。朦胧的意识回归，白羽开始回顾他是怎么来到这。他今天突然精神海暴乱，为了不让发狂的自己伤害部落兽人，特意游到了这里来，慢慢地等待着自己精神海躁动发狂，然后爆裂而亡的命运。可现在他不但活了下来，污染严重的精神海也被清理干净了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眼前的雌性人鱼，一条因勾引欺骗自己的王，被流放到这里的最雌人鱼。极地海域的兽人都说他恶毒不知廉耻，可是他刚刚才救了自己，他怎么会是那么不堪的雌性？你如果没事了就回去吧，再不回去，你可就要找不到你的族人了。在这几十年来，雄性兽人的精神海极其容易被污染，异能等级越高，被污染的越严重。等黑会污染了整个精神海，兽人就会开始暴动，直至死亡。白羽天赋极高，刚成年便是5阶，可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海被污染的越来越严重。白羽刚想说话，抬头看到漂亮的小人鱼，不知不觉间竟看呆了。好漂亮的雌性，你该走了，我也要回去继续睡了，再见了。说完便绝情的游走了。白羽丧丧的看着小人鱼的背影，大虎鲸委屈极了，看着小人鱼的身影完全消失不见，才慢慢游回自己的部落，边游边想如何告诉他的族人，他找到完全净化精神海的方法，但他不会告诉他们是谁帮他净化掉精神海的。谁叫这些兽人之前都说过他的坏话。经过昨天白羽的破坏，这块小鱼小虾全吓跑了。苏唐不得不去到别的海域觅食。银白色的鳕鱼成群结队的游走，苏唐被缠得流口水，刚挑中了一条肥美的鳕鱼，还没出手就被一道声音打断。哟，这不是那条勾引人鱼王不成，然后被流放到这的人鱼吗？前几天不知道在哪躲着呢，今天怎么舍得出来了？3条雌性鲨鱼出现在他身后，一排排锋利的牙齿闪烁着光芒，好似随时准备将苏唐扑倒。苏唐背对着雌性鲨鱼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你们要想捕食的话就自己捕吧。苏唐不想继续在这待着，随手抓一条鳕鱼转身离去。左边的鲨鱼叫住了苏唐，你还想走？你走的吗？别以为你是雌性，我就收拾不了你了。以前在人鱼族的时候，你还能傲气，现在你来了极地海域，想活下去就得讨好我们。苏唐愣在原地，眼中寒冰。纵然原主有错，可是他已经得到惩罚了，而且原主也没有招惹他们，这些兽人凭什么来教训他？中间的雌性鲨鱼终于说话了，小小的鲨鱼眼中闪着微不可察的算计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们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苏唐倏地转身，交朋友？如柯和如管脸色一变，姐，他哪里配跟我们交朋友？我们才不要这样的朋友。他们不懂怎么姐姐突然变脸，之前可是姐姐告诉他们，这条人鱼劣迹斑斑，一定不能学他。苏唐冷喝一声，看来你的姐妹并没有那么待见我。如瑶暗暗给如柯如管使了眼色，我妹妹们年纪小不懂事，你不要介意，我是真心想跟你交朋友的。你被流放到这来，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如果你愿意跟我交朋友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寿服。苏唐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条雌性鲨鱼演戏，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么拙劣的把戏，只是好奇他的目的是什么。苏唐眸光微闪，轻声开口，我没有交朋友的打算，我名声不好，不想拖累你们，不过我真的很感动你们还愿意跟我当朋友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会帮的。如瑶本来也不想跟他交朋友，能直接达到他的目的更好。我听说你们彩虹海域的人鱼特别会织纱，我想请你帮我织一件纱衣。如瑶听其他雌性兽人说，人鱼织出来的纱特别好看，他表姐就是因为穿着人鱼纱，就在寻宝会上取到了8个俊美兽服。苏唐直接傻住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巨大的鲨鱼身，织纱衣，织这么大的。再一想象，这么大的鲨鱼穿着薄薄的纱衣，画面太美，他不敢想。意识到苏唐在想什么，如瑶恼羞成怒地反驳道，是给我的人参织，我们兽人都是有人参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苏唐愣了愣，他当然知道兽人是能变成人的，只是他一时半会
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个世界，没反应过来。他猛猛地看着这3条雌性鲨鱼，一言不发。气恼的鲨鱼伪装不下去了，声音不再轻柔：“这个忙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帮？”如珂心思活络，想到寻宝会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这片海域的兽人都会参加，不仅可以交换物资，各个部落里年轻的雌性雄性也会借此机会相看，以便结亲繁衍。姐姐想在寻宝会上娶个几个有能力的兽夫。知道了大白鲨的目的后，苏唐顿觉索然无味：“你们找错人了，我从小好吃懒做的，不会治鲨。”如瑶不可置信的苏唐：“怎么可能？不是说人鱼都会治鲨的吗？不想帮我直说就是了，骗我干什么？”苏唐漫不经心地勾了勾头发：“会治鲨的人鱼在我们部落地位都很高的，怎么会被流放到这来？”如瑶还在思考这话的真假时，一旁安静许久的如管却突然像着了魔一般疯狂起来：“既然你没有利用价值，不如就当我的食物吧。”如管贪婪地看着苏唐，这么细皮嫩肉，也许吃了它，他也能变得这么好看。如管想着，如果他也能这样美，等到了寻宝会，他不需要什么人鱼鲨，也能娶到极地海域最优秀的兽夫。他不顾2个姐姐的惊讶，眼中冒着疯狂的火焰，就像走火入魔的异教徒。苏唐好整以暇地立在那，完全没有一点躲闪。他静静地看着这条大白鲨向他，暗处手指转动，积蓄着巫力。正在大白鲨游在他面前，张大嘴就要把他吞下的时候，一股神秘的力量击破如管的腹部。如瑶目眦欲裂地看着这一幕：“你在干什么？快住手！”苏唐拿起鲨鱼腹部最嫩的一块肉，淡淡一笑：“我不干什么，就是今天不想吃鳕鱼了，想尝一尝鲨鱼肉。”如瑶胆寒地看着他，掉下一句：“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就带着如珂灰溜溜地走了。苏唐坐到雪白的冰块上，舔着鲜白手指上的鱼油。自从被烧死后，他就获得了火的力量，也算因祸得福吧。平静的海面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漩涡，钻出来了一条带着红色圆斑的蓝海蛇，对着绚丽的紫色大尾巴尖尖咬了一口，尾巴尖尖传来一阵酥麻的痒意。苏唐刚反应过来，就不受控制的晕倒过去。娇小的雌性人鱼闭上眼睛的躺在冰岸，粗长的海蛇紧紧地缠绕在他的身上，散发出诡异而危险的气息。看着昏睡过去的小人鱼，玄主是止不住的满意，舌头在小人鱼的颈窝蹭了蹭，才不舍得爬动着身体离去。就在此时，巨大虎鲸的冒出海水，看着睡在冰岸上的小人鱼，用尖圆的脑袋拱了拱，奶声奶气地叫着：“苏唐，醒醒！”白羽的看着还没有醒来的小人鱼，眼里划过一丝担忧。虎鲸聪明的脑瓜子一下子就像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一定是该死的海蛇作祟，海蛇都有毒的，怎么办？要不带小人鱼回部落，让部落里的兽医看看。正在虎鲸绞尽脑汁的时候，苏唐从朦朦胧胧的梦里醒来。虎鲸高兴地看着苏唐：“苏唐，你醒了，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”苏唐发懵的脑子突然清醒了不少，这不是之前那头发狂的虎鲸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大虎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委屈巴巴地叫了声：“这是赶他走吗？今天的雌性一点都不可爱。”白羽像是想到了什么事，又问过几天的寻宝会你来吗？苏唐愣了一下，随后答道：“不去，听着就会有很多兽人来，他一点也不喜欢。”白羽尖圆的脑袋一歪，心里的委屈都快溢了出来。白天的小人鱼一点都不温柔，不过嘴上还是问道：“那你成年了吗？”成年的海兽人都必须参加的，尤其是成年且没有伴侣的雌性，必须参加寻宝会选夫的。苏唐刚准备躺下的身体瞬间惊坐起：“选夫？选什么夫？”白羽好声好气地解释着：“就是选兽夫啊！极地海域的兽人很少，所以规定了雌性兽人必须在寻宝会上娶兽夫，以助繁衍。所以你想好选谁当兽夫了吗？”苏唐无语地望了望天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，就算知道了他也不想选，他喜欢自己一个人过生活，这是什么烂规定？苏唐一脸的生无可恋。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我不去会怎么样？那你就会被强制匹配几个兽夫，那些都是嫁不出去，又老又丑还不爱洗澡的雄性兽人。苏唐沉重地闭了闭眼，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我是外来的雌性兽人，应该不用参加这个寻宝会，不用娶兽夫了吧？白羽看着一脸抗拒的小人脸，不行，外来的雌性兽人就更得参加了，你得娶兽夫生崽崽，不然那些海兽人会来找你麻烦，会把你驱逐出极地海域的。苏唐无语了，不过想到了自己身上那些难听的传言，再想到自己现在不受待见的程度，苏唐撇了撇嘴，那就去呗，到时候没有兽人愿意嫁给他，那可怪不了他了。随着寻宝会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多的兽人来到极冰岛，也有不少兽人已经化作人形上岸。苏唐懒懒地问着：“你不去跟着你的部落，真的没事吗？”白羽顽皮地仰翻了一下，尖圆的脑袋在海水中起起落落。我跟母亲和姐姐说过了，等到了岛上我再去找他们。动听的兽吟越来越清晰，带着一种远古的仪式感。苏唐变成人形，赤裸的脚踩在冰石上，他好奇地看着自己的这一双腿。自从来了这个世界以后，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腿呢。旁边的大虎鲸也变成了人形。苏唐看着这幅美男出浴图，直接愣住了，这也太露了吧！抬头望去，几乎都是只着一条兽裙的兽人。兽人世界嘛，这样也很正常，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走吗？走吗？我母亲和姐姐都想见见你。白羽开心地向苏唐招着手，上扬的眉眼洋溢着喜悦的光芒。跟随着白羽的脚步，一步步深入兽人群，有不少认识白羽的，想跟他打招呼，却在看到他身边的苏唐时又愣住了，或错愕，或惊讶，或嫌恶。苏唐感受着那些令人不适的视线，无奈地抿了抿唇，他刚要借口溜走了。就在这时，白羽突然昂扬地朝前方大喊：“母亲！”姐，白羽拉着苏唐的手腕向他们的走去，眼神缱绻，嘴角的笑意止也止不住。走，我带你见见他们。你是苏唐吧？白佩满意的看着眼前的雌性。白羽那孩子不愿意说，他这个做母亲的难道还猜不到吗？白佩看着苏唐由衷的感叹道：“可真漂亮啊！极地海域环境恶劣，你在这可能要吃苦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我。”白羽不满的嘀咕着：“还有我呢，他才不会让小人鱼受苦。”白佩无奈的看了一眼他这个不省心的孩子。白琪，你带苏唐去逛一逛，我有话跟白羽讲。白琪见状，语气温和的说道：“跟我来吧。”白琪没有带苏唐去护士逛，而是
带他来了个僻静的地方，一点点地给他解释道：现在寻宝会还没开始，地上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好的。等寻宝会开始，你如果有什么想要，尽管开口。极地海域虽然寒苦，但每年产出的宝贝可不少。说起来，你来极地海域好像没带什么东西吧？苏唐眼神闪烁，他一个被流放来自生自灭的雌性，部落怎么会给他物资？而且原主好像的确没有什么家当。他迟疑地看着白起，那如果我有需要的话，就当是我借你们的吧，我之后会还你们的。白起温润的脸上划过一丝惊讶，随即了然地笑了笑。其实你我不必这么生分，我弟弟的事，谢谢你。海风吹起苏唐的头发，他伸手拢了拢，没关系。空灵而悦耳声音随着海风飘舞在这片海域。白起被苏唐的美震撼一瞬之后，突然有些好奇起来，他到底是怎么流放到极地海域的？真的会有兽人能忍住他的勾引，还狠心将他流放吗？白起不紧不慢地开始闲聊，我母亲那么多孩子中，只有我跟白羽是同一个兽父。白羽天资卓绝，刚成年便是5阶兽人，说来不怕你笑话，我一直期望白羽能娶个坠妻回来的。不过现在白羽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。白起目光灼灼，似乎在因成年的弟弟感到无奈。苏唐的心里慢慢地升起种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白起话锋一转，母亲已经选定我为部落继承人，我希望未来在我带领下部落会越来越好。然后目光诚恳地看着苏唐，所以你愿意加入我们部落吗？苏唐满脸疑惑，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。白起微微一笑，淡定地问道，白羽喜欢你知道吗？看着苏唐满脸疑惑，似乎明白了自家的弟弟还没向雌性表达心意呢。不知道也没关系，你作为成年却未娶受夫的雌性，今天必定要娶受夫的。白羽对你而言是个很好的选择，他心思单纯，能力又强，更重要的是他喜欢你。至于我的建议，你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，当我们京剧部落的坠妻也是很有面子的。接受了这些消息后，苏唐缓了好一会。白羽喜欢他，白起想让他加入京剧部落。想到白羽，苏唐心里并不排斥。白羽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对他释放善意的人，如果是要选白羽当受夫的话也还可以，但他并不想加入京剧部落。虎鲸是群居动物，可他不是。相比群居生活，苏唐更喜欢这几天自己一个人觅食的生活。白起看着他兴致缺缺的样子，贴心地说，先回去吧，寻宝会要开始了。随后便带苏唐回到了京剧部落的位置。白羽看着苏唐过来，黑圆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。苏唐，你逛得怎么样了？有看到喜欢的吗？看着眼前粘人的雄性兽人，苏唐眼底划过一道笑意，挺好的，不过没看到什么喜欢的，好东西都在后面呢，你要是有什么喜欢，记得要告诉我。白羽摸了摸腰间装满金币的钱袋，一想到自己的金币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白羽的嘴角就止不住的往上扬。忽地，一个金沙兽人站上石台，这次寻宝会，想必大家都带来了不少好东西，而我们金沙族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草，它居然能够清理大家的精神海，今天特地将它带来给大家分享。他话一说完，一个兽人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株草上来，碧绿的草身外观普通，却好像带着神秘的光辉。金沙长老看着众兽人震惊敬重的表情，得意地介绍道，我们给他取名海灵参，海灵参售价3000金币一株，在寻宝会结束前，我会向大家售卖这些海灵参。而此时台下，白起征求着白佩的意见，到时候买几株看看。白羽的精神海已经好了，海灵参已经不是刚需，白佩还想再观望一下。寻宝会开始后，苏唐跟在白羽身边，仔细地打量着这些商品，偶尔见到漂亮的珍珠会停下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不怀好意的声音背后响起，哼，可算让我找到你了。苏唐听着略显熟悉的声音，他冷着脸转过身，看着这个雌性，你是那天那个横冲直撞、莽撞至极的大白鲨？如穗怒气冲冲地瞪着他，他可没忘记他是如何顶着这张人畜无害的脸杀了如同的。今天我们狂杀部落的兽人都在，你杀了如同，我要你以命抵命，你敢？白羽迅速地将苏唐拉到自己身后，如穗看着白羽，眼中泛着深深的忌惮。这时狂杀部落的兽人慢慢聚集了过来，一双双凶如铜铃的眼睛不善地盯着苏唐，似乎随时都会动手为他们部落珍贵的雌性报仇。苏唐躲在白羽的背后，白羽，杀了兽人会有什么惩罚吗？白羽死死地挡在苏唐身前，手臂上温凉的触感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他垂下眼，眼珠眸中的暗沉。极地海域不禁止兽人之间的打杀。闻言，苏唐放下心来，他不后悔杀了如同，只是不想因为这件事引起整个海域兽人的敌视。经过这几天，他身体上的伤已经恢复了，而且巫力吞噬了白羽精神海的污秽，并将它转为自己的力量。他的力量更甚从前。如穗指着苏唐，恶狠狠地叫道：“就是他！”杀了如同。话落，周围的兽人想立刻冲上前将苏唐撕成粉碎。这个外来的罪雌竟敢杀我们尊贵的雌性，杀了他，给如同报仇！鲨鱼兽人叫嚣着要为如同报仇。一阵突然起来的风劲袭来，3道锋刃分别打在这几个说话的兽人的肩膀上。白羽右手挥舞着锋刃，冷冷挑眉，像在看尸体一样看着他们。你们是想死吗？白羽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如瑶不解地问着白羽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白羽。我们2个部落认识这么久了，何必因为这点事结仇呢？他就说苏唐怎么不给他做杀医呢？原来是想去勾搭白羽啊！可白羽是他先看上的兽夫。白羽感受着这股恶心的视线，眼中划过一丝嫌恶，他悄悄地往苏唐边上挪动。我不认识你，别来跟我攀关系。他当然是认识如瑶的，极地海域就这么大。不过他讨厌这个雌性，总是借着各种理由来部落骚扰他。如果不是母亲说极地海域兽人少，让他们不要伤害兽人，他早就让这个雌性当他嘴里的口粮了。如瑶眼里划过一丝恼恨，却还是努力挤出一个微笑。我跟你姐姐的兽夫都谈好了，你娶我，我愿意当你们京剧部落的坠妻。白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你在瞎说什么？白羽小心翼翼地低下头，俊脸上满是委屈，生怕他误会了。糖糖，你别信他，
苏唐轻嗯一声回应白羽。苏唐悄悄从白羽身后探出头来，眉梢轻扬，眼含挑衅：“你找我要人鱼鲨就是为了白羽吗？真可惜，我已经选了白羽当受夫了。看来你只能选其他兽人了。”白羽脑子都快要炸开了，小人鱼刚刚说什么？他要选他当受夫了？他猛掐自己一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如瑶咬着牙看向白羽的眼里还带着一丝殷切：“白羽，你真的要当他的受夫吗？你别忘了你姐姐还需要你。”够了！白羽冷冷地打断他。转眼间他表情一变，桀骜不驯的眉眼都带上喜意：“糖糖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要选我当受夫吗？”苏唐轻勾起嘴角，抬起漂亮的眼眸与白羽对视：“是真的。”糖糖居然主动说要选他当受夫，白羽现在高兴的恨不得抱着苏唐转圈圈。如瑶脸色阴沉的看着他们，白羽可是他等了这么久的受夫，他不会放弃的。如穗冷嘲热讽：“姐姐，看来他当不了你的受夫了。如同死了你一点不关心，反而整天扑在怎么娶受夫上，如今受夫也没娶到，首领的竞选你怕是要输给我了。”如瑶眼中寒光闪过：“不会的，他不会输的。”恍惚间他想到了那天苏唐杀如同的时候，一条人鱼怎么把他们大白鲨开膛破肚。雌性没有异能，雌性只有在成婚之后才能共享受夫的异能。想到这，如瑶兴奋地对着白羽大喊：“白羽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是有异能的，他成过婚了。”苏唐眯了眯眼睛，眼中的惊慌一闪而逝：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如瑶气愤地看着他，真是品行低劣的罪词，居然连这都不敢承认。他转过身，狠狠摇动着如穗的胳膊：“那天你也看见了，他变出来一个东西，将如同开膛破肚了，对不对？”如穗磕磕绊绊地说：“我当时离得远，也没仔细看，只记得一眨眼的功夫，如同就死了。”看见如穗没帮自己说话，如瑶彻底破防了：“你说话啊，他就是有异能的，他娶了受夫还冒充未娶受夫的雌性，这就是个大骗子，白羽不能娶她的。”如穗皱着眉，挣脱开如瑶使劲摇晃的手，沉默了下来。苏唐见状，微微一笑，紫水晶的眼睛闪现着冰冷的光泽：“看来你的妹妹不愿意帮你撒谎了。”如瑶被苏唐洋洋得意的笑容刺瞎了眼，她恼恨地朝着苏唐扑来，想逼他使出异能，却在他还没有接近苏唐的时候，一股风紧将他卷起，然后狠狠地扔在了地上。白羽不耐地看着他：“你闹够没有？别仗着自己是雌性就肆意妄为。”转过头，轻声细语地安慰着苏唐：“糖糖别怕，我们走。”白羽牵起苏唐的小手，软嫩的小手握在手里，白羽的心里甜滋滋的，瞬间心情就好起来了。身后的如穗赶紧去扶起在冰地上痛哭哀嚎的如瑶。白羽拉着苏唐走到了极地岛的另一边，这里也有很多兽人在摆摊贩卖。也就在这时候，白羽才发现他们俩现在的姿势有多么暧昧。“你真的要选我当受夫吗？”白羽低着头不确定地问道。那天救了他的漂亮小精灵，主动说要当他的妻主了。苏唐歪了歪头：“对，不过……”白羽正要高兴呢，听见苏唐故意停顿，瞬间就急了，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苏唐意味不明地看着他，语气试探：“我可不当赘妻，我不喜欢在部落里生活，不可能跟你一起留在京剧部落的。”白羽正愣住了，懵逼地抓了抓耳后的碎发，雌性珍贵，早就不流行什么当赘妻，他更没有让苏唐去当赘妻的想法。苏唐现在没有部落，他也想着跟他找一个好点的海域一起生活。真的吗？苏唐面色一愣，像是想到什么般，忽而一笑，抬头眨巴着漂亮的眼睛：“你真的没这么想过？你想住在哪，我就跟你一起住在哪。”苏唐直起身，似是满意的点点头：“那好吧。”白羽的心跳得快极了，他目光落在小人鱼胸前的贝壳上：“糖糖，你有什么喜欢的首饰吗？”寻宝会上的雌雄兽人看对眼之后，只要雄性兽人送给雌性兽人一件首饰，雌性兽人收下首饰，就代表两个兽人的婚事定下来了。苏唐想到如瑶身上戴的那一圈，我想要一颗又大又圆的珍珠，能我挂到脖子上的那种。上辈子他当巫女的时候穷穷的，一直没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珠宝首饰，珍珠又圆又亮，他一眼就喜欢上了。白羽扬起眉梢，露出尖尖的虎牙，笑着说：“好，极地海域最漂亮也是最稀有的珍珠，就是黑蝶贝兽人产的黑珍珠。”白羽眼珠转动，便锁定了不远处的黑蝶贝兽人。白羽带着苏唐过去，跟一个黑蝶贝兽人沟通了一下。黑蝶贝兽人沉默地看了一眼苏唐，便把后腰挂着的兽皮带解开，拿去给苏唐：“你慢慢选吧。”苏唐捧着一袋子沉甸甸的珍珠，生怕一个不小心珍珠就洒出来了。他漂亮的紫眼睛转了转，他指着不远处的石头：“那我去那边坐着选。”苏唐第一次见这么多的漂亮珍珠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瞧，这颗好大，这颗好亮，这颗好美，有喜欢的吗？白羽凑过来问道。苏唐盯着珍珠，眼睛都挑花了，也挑不出他最喜欢的，只得哀求道：“让我再选一回好不好？”白羽听着心都快化成水了，他估算着价钱，走过去跟黑蝶贝兽人说道：“我能把这些都买了吗？”黑蝶贝兽人诧异地看着他，嘴巴惊得都合不拢了：“都买了？”他们部落的海灵参有着落了。黑蝶贝兽人眼冒金光地看着面前的白羽，简直要惊呼出声了，生怕白羽要反悔了，急忙说：“可以，你给我们1000金币就可以。”白羽掂了掂兽群上挂着的袋子，正好1000多点。他想了想，干脆直接全部给了黑蝶贝兽人。“你能帮我用珍珠穿一件雌性的小衣吗？要用最好看的珍珠，如果还有剩的珍珠就穿一条项链吧。”“可以的。”黑蝶贝兽人数了数金币，顿时眉开眼笑：“谢了，我们部落有了这些金币，一会好去买海灵参了。祝你们能买到海灵参。”白羽不感兴趣地低下眼，看到乖乖站在一旁的苏唐，乖戾的眉眼温柔一片，海灵参怎么能比得上他的小人鱼？白羽，我选好了。苏唐拿着一颗珍珠兴高采烈地走过来：“这些都归你了。”白羽去拿到已经买下的珍珠拿过来：“我把它们都买了，这些珍珠就当我的嫁妆好不好？”苏唐拿着珍珠的手顿了顿，温凉的珍珠在他手里发烫。那句“白羽他喜欢你”第一次让苏唐有了实感，他感动地看着白羽，万般言语只化作一个字：好。可惜感动的氛围只持续了一瞬间，就被一个嚣张猖狂的声音破坏：“我要买珍珠，把你们这最好的珍珠拿给我！”一个雄性金沙兽人嚣张走过来，背后跟着2个雄
雄性兽人随从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。可珍珠已经卖完了，黑蝶被兽人看着来兽，紧张的打哆嗦，头死死的埋着，根本不直视这个金沙兽人。西虫高高抬着下巴，不悦的看着他，卖完了，对，都卖给他了。黑蝶被兽人唯唯诺诺的伸出手，指向白羽和苏唐。西虫阴沉着脸，将目光看向白羽，哟，刚成年就知道买珍珠讨好雌性了。不过白羽啊，你眼光也太差了吧，让这种只有外貌的垃圾当你的妻主。苏唐脑子了一声，他刚刚是在夸他好看吗？他悄悄地审视这个陌生兽人，脾气真差，来者不善。苏唐打算先看看情况再做打算。白羽磨了磨虎牙，想冲上去跟西虫干架。从小到大，西虫一直将他视为死对头，总想赢过他，其他的事他都可以轻轻接过。可西虫千不该万不该，居然敢牵扯到糖糖。西虫看向苏唐手里满当当的珍珠，这些珍珠我要了，一个流放过来的罪词也配用这种好东西？苏唐眉心紧皱，紫水晶般的眼睛划过一抹寒芒。你说什么？他克制的合上眼，垂落的指尖缓缓凝聚起巫力。但凡面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兽人敢轻举妄动，他可不介意手上再多一条兽命。西虫啐了一口，这个垃圾雌性怎么会让他感受到危险的气息？他懦弱的将目光看向白羽，应声质问道：白羽，你是非要跟我对着干嘛？是你要跟我对着干。白羽冷声的说道。西虫倒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，可自己打不过白羽，不想在今天这个日子丢脸，只能气急的指着他，放下狠话：好，白羽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西虫带着那两个兽人随从走了。刚刚不敢多发一言的黑蝶被兽人却开始连连叹气了，一脸的心死如灰。希望他刚刚没记恨上我。他垂头丧气的看着苏唐和白羽，你们拿着珍珠就赶紧走吧，我把珍珠卖给你们，你们也别让我难做。苏唐疑惑的看着一脸死气沉沉的黑蝶被兽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黑蝶被兽人看着不解的苏唐，耷拉着脑袋对着苏唐说道：西虫啊是金沙族长的弟弟，如果得罪了他，只怕金沙族不会轻易把海灵参卖给我们了。金巨部落也是极地海域的霸主，实力低微的黑蝶被兽人哪边都得罪不起，只能在心底祈求他们能好心当过他。现在的黑蝶被兽人陡然失去了光彩，黑珍珠不亮了。苏唐心一揪揪的难受，灵动的紫眸暗淡，他满怀歉意的看着黑蝶被兽人，诚恳的说道：抱歉，我不知道这些，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，尽管来找我。黑蝶被兽人只当是客气话，随口应了声好，内心却叨叨着，他一个流放到极地海域的罪词，有什么可以帮到自己的？寻宝会已过半，岛上已经多了不少暧昧在一块的兽人。白佩和白旗看着捧着一袋珍珠走过来的苏唐和白羽，了然一笑。兽人们熙熙攘攘的讨论着，台上金沙长老已经站了上去。好了，现在到我们卖海灵参的时间了，各个部落出金币，我们根据金币的数量分给你们海灵参。不少部落叫出金币数，金沙长老指挥兽人分发海灵参下去，一个个绿萝卜一样的海灵参已经逐渐分到了各个部落的手中。兽人们都好奇地看着这个号称能清理精神海的宝贝。我们出500金币，白佩喊道，分5个给金巨。金沙长老正指挥着兽人拿5个海灵参给金巨部落，却被熟悉的声音给打断。不行！一位冷艳的雌性走上了石台，她冷冷地看向金巨部落的方向。我们不卖海灵参给金巨部落，灵参是我们的，我们愿意卖谁就卖给谁，不愿意卖给谁就不卖给谁。闻言，白佩的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。他虽然看不上那个什么海灵参，但极地海域还没有兽人敢这么落他的脸面。他一脸严肃，镇定自若。西之族长当然可以不卖给我们，希望你们能一直拥有这样的好东西，别哪一天就被抢了、偷了，也不知道到时候。西之族长说话还能这么硬气吗？西之眼神阴沉，白首领确实强大，可也要知道寡不敌众的道理。岛上的气氛凝固，沉重的只敢小声喘气，生怕他们大人物的战争殃及到他们。见到白佩吃瘪，苏唐心中莫名一沉，眼神坚定地对上一脸冷傲的西之。想要净化被污染的精神海，除了海灵参，其实还有种宝贝。西之不屑地看着他，似乎听到了什么笑话。你要是知道这种宝贝还会被人鱼族赶出来。苏唐低垂着眼，淡淡地说道，如果不信，仅可以来我试试。西之眼神冰冷，带着微微的潮意，你都不肯说那到底是什么？叫我们怎么信你？怎么不回答我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是你的谎话还没编好吗？然后苏唐看向一群群站着的兽人，眼神落在最偏僻的黑蝶被兽人身上，微微一顿，声音轻柔而有信服力。如果没能买到海灵参的兽人愿意相信我的话，便可以找我帮他们净化精神海。西之眼神阴恻恻地看着他，好啊，那就从现在起，我就再定个规矩，凡是想买海灵参的兽人不得去找这条人鱼，找过这条人鱼的也不能再来找我们金沙族买海灵参。我们狂沙部落做出表率，从今以后只愿意使用金沙族提供的海灵参。至于谁要是信了这个罪词的话，去找他净化精神海，谁就是跟我们狂沙部落过不去。如瑶满脸不赞同，急得大喊阻止他。如穗，他自小直觉就比普通兽人灵敏，现在他总有种惶惶不安感。那条人鱼一定不简单，而且如果白羽真的和他成婚，那以后他就也会是5阶雌兽了。如穗回头沉默地看了一眼如瑶，脑子里浮现出如同凄惨的死状。大姐，你不替如同报仇，那就我来。他憎恨地看向苏唐，说道，这个罪词杀了我的妹妹如同，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们狂沙部落的敌人。他死死地盯着苏唐，告诉他这是没完。一道道不善的眼光像刀一般锐利地打在苏唐身上，他居然杀了珍贵的未婚雌性，太恶毒了吧，难怪会被人鱼王流放到这来。这种雌性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幸好刚才没信他的话。女孩刚刚被迫答应娶一位兽夫，却被告知必须从他们几个中再娶一个，否则就要把她的俊美兽夫
换成一个又老又丑的雄性，并将他驱逐出部落。时间倒回1小时前，羲之高踞石台，冷声宣布海灵参的交易新规。如穗死死盯着苏唐，眼中燃烧着刻骨的恨意。这个罪词，杀了我的妹妹如同，此后他就是我们狂杀部落的敌人。话音落下，一道道不善的眼光像刀一般，锐利的打在苏唐身上。糖糖不怕。一道干净清脆的声音抚过苏唐的耳畔。苏唐本来阴郁的情绪散去，抬眼撞进了白羽关心的眼里。面对众人的讨伐，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了他身边。白羽伸手想要将此时脆弱的他拥入怀中，可又顾忌着此时场面不太合适。他定定地看着苏唐，糖糖，我信你，我知道你没骗人。白佩和白起也关切地看着他。苏唐，我们也信你。白羽现在能好端端地站在这，没人比他们更清楚这个雌性的本事了。孤僻的巫女第一次接收到这么多发自内心的关心，也是这一刻，她明白她没做错。白佩笑了笑，她向着石台走了2步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京剧部落绝不用金沙族的海灵参。现在我儿白羽已经跟苏唐订婚了，谁要是敢对苏唐动手，谁就是与我们京剧部落为敌。白佩微笑着说出这番话，眼神却警告地扫视着石台上的羲之和如穗。如穗震惊地看着白佩，颤抖的瞳孔中闪烁着一丝恐惧。京剧部落这是要明晃晃跟他对着干。羲之他看着台下身形娇小垂头不语的苏唐，胜券在握地笑起来，想要离间这个罪词和京剧部落还不简单。羲之不怀好意地看着娇弱单薄的人鱼雌性，这条人鱼是只选了白羽当受夫吗？那可不行，今天他必须选2名以上的受夫才行。苏唐倏地抬头，眼神警惕，为什么？平淡的语气里夹杂被人步步紧逼的怒火。为什么？你杀了一个珍贵的未婚雌性？极地海域本就雌少雄多，要知道多少雄兽人都匹配不到一个雌性的。既然你杀了他，你就必须多娶受夫，为我们极地海域繁衍下一代，赎清你的罪孽。这么扯的理由吗？苏唐无语地看着羲之，他轻轻扫了一圈兽人群，现在除了白羽，应该没有哪个雄兽人想不开要给他当受夫吧？那有谁愿意给我当受夫吗？我看也没。苏唐反讽的话还没说完，身后就响起一声我愿意。崎岖的冰壁上跳下来了一个极其冷峻的兽人。你好，我叫云离，我是冰雪熊兽人。苏唐诧异地看着云离，脑中闪过一点关于冰雪熊的介绍。冰雪熊海洋世界里唯一水陆2栖的毛茸茸，可他跟他也不认识吧？突然就说要当他的受夫，还挺冒昧的。羲之眯着眼睛，语气发狠：云离，你要给他当受夫？羲之很早就看上了云离，还幻想过同他一起把濒临灭绝的冰雪熊一族繁衍下去。羲之在刚成年的时候就诚恳地向他求过婚，让他来当自己的受夫，可惜他居然冷酷地拒绝了他，甚至没有给出任何理由。羲之冷艳的眉眼染上深深的怒火，他怀疑而恼怒的目光紧紧地粘在云离身上。云离像是完全没有感知到其他兽人的目光一般，我愿意嫁给他，奉他为妻主。羲之真给气笑了，真是不知所谓。这2年他一个人该出毛病了吧？云离没有多言，他就像初冬的雪一般，冷冷的，却带着让人不反感的温度。苏唐看着这个陌生的兽人，欲言又止，他想拒绝的，可行他又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。白羽面色不善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，圆润的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星，可说出的话却是糖糖，答应他啊！苏唐不解地看着白羽，不是说喜欢他吗？这就让他接受别的男人了？白羽顶着苏唐不明所以的目光，委屈地抿了抿嘴角，心里的酸泡泡都要冒出来了。但他可不是那种不知轻重，只会拈酸吃醋的受夫。他轻轻贴在苏唐的耳边，小声地说道：“之后我再给你解释，先顺着他。”答应下来。苏唐沉默地看着不远处的云离，好，我同意。苏唐愤怒无奈地看着羲之，我现在已经有2位受夫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羲之好不容易平息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，他死死地握着拳头，几乎想立马就冲上去打死这条人鱼，仅有的理智死死地按住了他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没事了。羲之内心想着，一条罪词不值得他失了风度。至于云离，他记得了他的异能已经6阶了，如果没有海灵参，他应该很快会因为异能暴动而死去。死亡会教会他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云离见苏唐答应了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他走到苏唐的身边，他拿出一只打磨精细的红珊瑚手镯。按理来说，今天雌性兽人要收下雄性兽人的礼物，亲事才算真正定下来。白羽盯着这只镯子，恨不得盯出个洞来。不对啊，他怎么感觉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？他抬眼瞪着云离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苏唐倒是没多想，直接接过了手镯，并礼貌道谢。云离顿了顿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只准备了这个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的，可以告诉我。苏唐送走了京剧部落，回过头看着身后的2个海兽人，只觉得头疼。我那地方小啊，你们别嫌。白羽亲昵地凑上去，拉着苏唐的小手，语气里带着显而易见的嘚瑟。我又不是没去过。到家后，苏唐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们饿了吗？我还有一点鳕鱼。”白羽兴奋点头，黑圆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我要吃那种黄黄的鱼肉，我跟你们一样就好了。云离不解白羽说的哪种鱼肉，鳕鱼他吃过，但还没吃过黄色的。苏唐拿着鳕鱼的手顿了顿，他忘了这个新来的还不知道他会烤火呢。不过他既然已经决定娶她当受妇了，有的是他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苏唐抱着5、6条鳕鱼，对着白羽和云离说：“走，我们上岸吧。”云离不懂他们才下来，怎么又要上去了？可他不好意思多问，只得跟着他们的身影往上游。到了冰岸上，苏唐放下怀里的鱼，指挥着白羽和云离一点点地清理好鱼肉，然后将清理好的鱼肉整齐地摆放在地上，双手凝聚起乌力，几条鱼瞬间升起悬在空中，明黄的火焰包围着鳕鱼，一点点地烤着鲜美的鱼肉。云离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明黄色的火焰带着危险的气息。这个雌性她有异能，她明明是未婚雌性，
性，却真的有异能。万般疑问藏在云离心里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问话的好时机。鱼肉被烤得金黄，鱼的脂肪化出让人流口水的香气。白鱼眼巴巴地瞧着，糖糖，可以吃了吗？他又动了动指尖，明黄色的火焰消失，取而代之地是一层浅浅的淡紫色薄膜，包裹着滚烫的鱼肉，将6条鱼送到3人的面前。吃吧。苏糖看着白鱼手上光速消失的鱼，有些担忧地问道：“你不够的话，要不我这条也给你吧？”白鱼以为苏糖嫌他吃太多了，耳尖动了动，有点羞涩地低下头：“不用了，我等会自己去捕食就可以了。”云里品尝着与众不同的鱼肉，这鱼肉香的他都没空说话，3下2下吃完一条鱼，心下一慌，雌性不会也嫌他吃的太多了吧？苏糖吃完一条鱼后已经吃不下去了，将另外一条鱼分给白羽和云里。等他们吃完后，苏糖才摆出一副谈话的架势，他双眸微合，眼神飘向冰冷平静的海洋。说说吧。白羽和云离都不明所以的看着他，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苏糖轻轻侧身，眼睛似笑非笑的看着白羽：“你不是有话要给我解释吗？至于你……”苏糖看向沉默不言的云离，话锋一转：“给我坦白你的目的。”白羽心虚的眨着眼睛，眼神飘忽，不厚不薄的唇无声张合，想要解释却又顾忌着什么。云离则低着头一言不发。谁先说？苏糖沉着声，佯装生气，一双紫眸不冷不热的瞥向他们。白羽偷偷瞄了一眼，以为苏糖真生气了。糖糖，我白天劝你答应下来，是因为这确实是极地海域的规定，我怕你拒绝之后，那些兽人会对你不利。白羽瞥了一眼云离，而他是异能6阶，实力也还勉勉强强吧。等你和我们2个结合后，就会拥有我们俩的异能，到时候极地海域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说完，白羽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看着苏糖。糖糖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单纯的虎鲸真以为自己把小人鱼生气了，一边觉得小人鱼心里自己不想娶其他兽人而开心，一边又害怕小人鱼因此生气而不理他了。苏糖抬手放到白羽低垂的头上，轻轻揉了一把白羽的碎发，微微转头看向云离，眸光浅淡：“该你说了。”云离有些不敢看苏糖的眼睛，薄唇张合却又无力合上，脑中又想起那晚美艳绝伦的人鱼雌性，轻轻地制止了发狂的深海巨兽，平息了那场令人绝望的灾难。深褐色的眼中光芒凝灭，温润如水的声音慢慢道来：“我想求你救救我。”苏糖不解地看着他，健康甚至称得上强壮的兽人，并没有一丝不妥。白羽轻抖眉梢，只一瞬间，黑圆的眼睛划过一丝了然。云离继续说着，似乎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关的事：“我的精神海被污染得越来越严重了，这几天我时常头疼昏迷，大约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因为精神海暴动死在某块碎冰上吧。”云离拿不准他的想法，只得继续说道：“那夜他精神海暴动的时候，我就在那附近觅食，你用了一种神奇的力量治好了他的精神海暴动。”苏糖轻笑了一声，眼中泛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：“所以你找上了我，可那也不必非要做我的受夫吧？”云离颜色微暗，喉结滚动，让他帮忙治愈自己的精神海，不是非得做他的受夫才行，自己给些补偿报答回去就可以了。可是今日就是那么鬼使神差，他主动站在那么多兽人向他自荐。看着云离纠结的样子，苏糖见好就收，他想知道的事已经知道了，明天吧，我会为你净化精神海。说完就独自游进海里。糖糖，白羽不舍得看着苏糖独自下海的身影。正常雌性和雄性在一起之后是这样的吗？也不等他。白羽微眯着眼睛，像孤坐在冰岸上的云离。云离，希望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别让我发现你对他不利。隔天清晨，苏糖刚游出洞中，白羽就跑过来说：“糖糖，我母亲他们来了。”苏糖看着白佩，眼中划过一丝不自在。他要跟着白羽叫他母亲吗？是不是太草率了？白佩以为他是害羞，便解围道：“我们打算把你们的成婚之日定在3天后，我今天是来送嫁妆的。”苏糖看了看，发现他们都顶着大小的不一的东西。白佩指着他们把东西放了下来，还依次给苏糖介绍着，他们都是白佩的儿子，白羽的义父兄弟，也是趁着今天让苏糖来认个脸熟。苏糖有些局促，向他们点点头。苏糖随意地问道：“白琪姐姐呢？怎么没有看到白琪姐姐？”听到白琪的名字，眼中划过一丝不满，略显冷淡地说道：“她又去陪她那个受夫了。”苏糖敏锐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但还是按耐住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啊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白佩冷嗤了一声，明显不想多聊这些糟心事。她这个女儿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过儿女情长了。总之啊，白琪那个受夫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以后别跟她来往就好，偶尔能带着白羽回来部落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您放心吧。苏糖郑重地点点头。白佩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语重心长地继续交代道：“云离那个孩子我也知道一点，他没有族群，母父早亡，能长这么大也实属不易。我看啊，干脆你们的婚事就一同办了吧。我已经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到时你就带着白羽和云离来就是。”啊！苏糖惊讶地看着他，这么快吗？白佩会错意了，以为苏糖对云离不满，理所当然地猜测道：“你是在不满意云离那孩子吗？他虽然没有部落支撑，但相貌不错，实力也称得上是极地海域的顶尖，再相处，你总会喜欢的。”白佩止住了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长叹一口气：“哎，总之云离那孩子是个好的，你势单力弱，多娶2个有本事的受夫也是好事。”白佩是个极为开明的雌性，虽然白羽是他的儿子，但他并不觉得苏糖就该只娶白羽一个受夫。苏糖多娶2个有本事的受夫，自己强大了，对白羽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啊！好。苏糖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完全招架不住，只能蒙圈地点头。苏糖被白佩一直拉着传授如何当好一个妻主的经验教训，听得他受益匪浅。时过半日，终于送走了白佩和白羽的那个几个兄弟。苏糖甩了甩尾巴，觉得有些累了。苏糖低头看着岩石上那一堆金光闪闪的嫁妆，愁得头大。为什么当时他没有跟老师多学空间系的巫力？要是能造出来个小空间，就把这些漂亮宝贝全放进去就好了。白佩送来的东西有很多，有一件纱衣，苏糖特别喜欢，能很好的裹住2个大白兔。白羽游过来，
见苏唐面色不对，慌乱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喜欢吗？”苏唐赶紧打住：“他喜欢，他喜欢得很，我很喜欢，只是洞里太小了，没办法全部放下。”那没事啊，放不下的话就放这里吧。白羽看着格外有朝气的苏唐，啊，不会被偷吗？苏唐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手上抓着颗眼珠大的粉珍珠，默默感叹：要是这些被偷了，那也太可惜了。海底炸裂，谁偷我媳妇珍珠？捞之掀了他老巢！虎鲸小霸王獠牙闪光，整片极地海域都沸腾了。看着眼前难得有些天真的苏唐，白羽闷笑出声：“放心吧，还没有谁敢来偷我们虎鲸的东西。白羽觉醒后就是极地海域的小霸王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苏唐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勉强安慰好自己。洞口的光亮一暗，白羽变作人形进了洞里，锐气的声音带着一点点刻意的软糯：“糖糖。”苏唐眸光微顿，被这一声聊得有些不自在。他掩饰般的瞥过眼：“我把黑珍珠串好了，想来送给你。”苏唐眼含期盼的看过去，只见白羽手上那串1米长的黑珍珠。苏唐感叹道：“这么长啊！”白羽自告奋勇的给苏唐戴上，捏着珍珠的手不受控的碰到了苏唐的耳朵，白羽的脸瞬间红得跟开水壶一般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云离一回来就瞧见了这暧昧依偎的一幕，深褐色的眸中暗色闪过。苏唐一抬头便见到了站在洞口处的云离。云离，你今天去哪里了？都没见到你。听到苏唐叫他，眸中的暗色瞬间消散不见。他脚步如飞走到苏唐面前，掏出了一枚戒指。按理来说，今日该受夫来送嫁妆的。我本以为这一生都不会有妻主的，所以一直未曾准备。云离紧张羞愧的声音都在发颤。他曾听闻不少雌性因为嫁妆少而薄待寿夫，虽然知道苏唐不是这种雌性，但他也不愿低受一等。苏唐看着不安的云离和手中的戒指，谢谢，我很喜欢这个戒指。简单的一句话瞬间让云离松了一口气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补上的。切，嫁妆还要补？白羽冷嗤一声，要不是这个家伙来打扰，他刚刚都偷偷摸摸抱上妻主了。苏唐仔细端详片刻后，满意的看着云离，眼中笑意弥漫。我真的很喜欢。云离看着正戴在苏唐手上的戒指，眼中温软一片。那是他母亲的遗物，在他5岁时，母亲意外身亡，没过多久，父亲便也跟着去了，独留下这枚戒指和他。阿离，这枚戒指曾给你母亲带来好运，希望也能给你带来好运。父亲临终遗言还在耳边盘旋。他痴痴地看着苏唐，父亲，他好像已经找到他的好运了。今日他出去找了好久，本来寻些好东西作为嫁妆给他，可寻来找去，纵使觉得不合心意，不够好，配不上他，最后只能送上这枚戒指，这已是他的全部。苏唐地戴上宝贝首饰，心满意足地转2个圈圈，对白羽和云离说：“我们的成亲之日就定在3天后，到时候会由京剧部落替我们操持。我是真的不懂这些，如果我做的有什么不对的，你们尽管告诉我。”白羽嬉皮笑脸的着看着他，可我觉得糖糖做的已经够好了。云离却是愣了愣，深褐色的眼睛闪过一抹疑惑，他指了指自己：“我们。”苏唐浅笑道，语气温柔：“白佩首领说你没有族群部落替你操持，索性就一同给我们3个办了。今夜一切都如往日一般，唯一不一样的是，今晚苏唐是抱着他喜欢的珍珠睡觉的。其实有点割手，但架不住他喜欢的。上辈子他是个穷的巫女，现在这么多这么好的宝贝，睡觉也不让他们离开自己。就在大家都在安分睡觉的时候，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顺着海水飘入兽人的鼻腔中。水中的白羽和岸上的云离不是地动了动鼻尖，却并未有所动作，继续睡着。苏唐却倏地起身，这令人恶心却又熟悉味道，是余生，是余生开花的味道。苏唐顺着这股味道往外游，白羽似感觉到苏唐的离开，立刻惊醒：“糖糖，你去干嘛？我出去一会，你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正打算跟着苏唐一块的白羽，委屈的又躺了回去。本来只想寻找水苏草，帮云离净化精神海，却没想到运气爆棚，竟遇上了余生开花。要知道余生的净化效力是水苏草的10倍，伴随恶臭味道越来越大。绿色的海藻丛中露出一朵白色的小花，周围的生物都被臭得离开了。确认眼前的小花确实是余生后，一丝淡紫色的乌力从他指尖溜出来，一个眨眼，余生花回到了苏唐的手上。苏唐开心的拿着余生花往回游，不料身后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，绚丽的蛇身探出头，迅速的对着苏唐的左肩上咬了一口。又是这该死的熟悉感，不一会小人鱼就陷入了昏迷。黑色的漩涡消失，漂亮的小人鱼消失在了原处，缤纷漂亮的珊瑚整齐的排列在一个洞前。幽森的洞里漆黑一片，玄主轻轻地将手中的小人鱼放在自己精心准备的珍珠床上。自从知道小人鱼喜欢珍珠后，就将附近所有珍珠搜刮回来，本也是想以后送给小人鱼的，没想机会来得这么快。这次的发情期格外的长，也格外的难熬，只好把小人鱼偷回来解解渴了。玄主俯身贴上了小人鱼的颈侧，贪婪地嗅着那股让他发狂的香气。蛇信游走到一边颈窝上，那是他上次咬过的地方，牙痕已经完全消失不见。猩红的蛇信宝贝地舔了舔，尖锐的獠牙再次对准位置刺下，气息交融的刺激让他忍不住地变换出蛇尾。玄主彦足不满的喟叹，真可惜，现在还不能交尾。过了好久好久，黑色的漩涡出现，玄主抱着小人鱼不急不慢地游进去，小心翼翼地将小人鱼放在岩石上，玄主便迅速地带着漩涡消失了。看到岩石上紧闭着双眼的小人鱼，白羽心疼地游过去，将他抱回洞中，担忧地呼唤：“糖糖！”小人鱼依旧昏迷着，白羽嗅闻到那股讨厌的味道，该死，又是那条该死的海蛇。云离紧张地看着贝壳床的方向，出什么事了？守在旁边的白羽脸色极为难看，他沉着脸看了一眼云离，糖糖说要出去一会，回来的时候就突然昏迷了。云离担忧地看着小人鱼，那他会有事吗？不会有事。白羽摇了摇头，这次只怕也是跟上次一样的情况，别让他逮到那条海蛇。半晌，苏唐使劲揉了揉昏沉的头，眼神惺忪迷离，明明睡了一觉，身上却有种劳累一天的沉重疲惫感。我又昏过去了吗？那我怎么回来的？苏唐努力回忆着，可无论他怎么回想，都想不起来他究竟是怎么晕过去的。白羽便饥渴不
不想让换了番说辞，面不改色的胡扯，你好像是被一些脏东西给咬伤了，我一直等不到你，就出来找你了，然后就看见你昏倒在那了，我就把你带了回来。说完，白羽拉着苏唐的小手，看着苏唐的眼眶湿漉漉的，糖糖，下次不许自己出去了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突然脑中灵光一闪，苏唐叔弟惊坐起，花，我的花。白羽疑惑地看着苏唐，黑圆的眼睛中凝聚着不解，什么花啊？是这个吗？白色的小花递到了苏唐面前，苏唐长舒了口气，他满眼庆幸地看着云离，语气惊喜，怎么在你那啊？云离在洞口岩石上无意中看到这朵小花，本想着送给苏唐，讨他欢心的，没想到这本来就是他的。苏唐疑惑地接过余生花，怎么会在岩石上？他记得他是在余生花开花的时候失去意识的。他开心拿着余生花，抬眸看着云离，声音清甜，今天我来帮你净化精神海吧。苏唐专注地盯着手上的动作，余生花在火焰的焚烧一点点地化作灰烬，一些刺鼻的臭味偷偷地渗出来。云离闻着，紧皱眉头，又看着苏唐丝毫不受影响，十分专注的样子，心里的难受好像好些了。苏唐将灰烬分为两堆，一堆使用乌力包裹形成了一个圆球，一只手则捧着另一堆。闭眼，云离听话的闭上眼。苏唐轻轻吹起这堆灰烬，花灰就像有眼睛一般往云离的脑袋里钻去，黑色的灰烬与黑色的污秽相撞，一点点地抵消，化为清新雅白的雾。这时，一丝紫色乌力进入，与白雾勾缠，又带动着白雾回到苏唐身上。苏唐满足的皱了皱眉，他的乌力又丰盈了一点。唐，云离担心的看着他，眼中的担忧化作实质。经历了刚刚，他无端的感觉他与他的关系更近了一步，隔在两人中间的屏障被打碎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离深情的看着苏唐，心中的愉悦一点点地散开，兴奋的唤着他，糖糖。苏唐浓密卷翘的睫毛睁开，清甜的声音中带着一点哑，怎么了？糖糖，我好了。糖糖，谢谢你。磁性的令人发软的声音听得苏唐发懵，耳根泛起一丝红意，眼中清明不在。没事，我应该做的。苏唐不自在的低下头，根本不敢看云离炽热滚烫的眼神。云离浅笑一声，目光深情缱绻。糖糖好像害羞了。糖糖，看我捕了好多鱼。白羽兴奋的声音传来，清俊的眉眼上满是快意，眼中的愉悦却在见到云离脖子上的东西时，笑意僵住，嘴角不满的抿着。这是什么？一根草绳穿起来挂在脖子上，黑灰色的圆球。云离之前可没有带过这个东西。苏唐慢悠悠地给他解释道，是余生花用剩的材料，就给云离做了吊坠挂在脖子，能预防黑会再次入侵精神海。闻言，白羽上扬的眉眼耷拉，又气又凶盯着他，像一个得不到糖的孩子，委屈又生气。糖糖，你都没给我做过。明明他跟糖糖认识的更久更亲近，糖糖居然不先想着他，难道他还没嫁过来就要被妻主冷落了吗？白羽越想越气，幽怨地看着苏唐。云离看见白羽误会了，刚想解释就被打断了。白羽看着这个罪魁祸首，恼恨的嘴角绷直，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迷惑了糖糖。白羽狠狠咬着唇肉，眼神黑黝黝的一片。在白羽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时候，苏唐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了他面前，紧握的手心张开，一条跟云离脖子一样的小黑球项链出现在苏唐手中。白羽瞬间眼中一亮，说话都结巴起来了，含着深切的期盼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就是给你的，还不快收着。白羽赶紧宝贝似的接回去，捧在手里目不转睛看着。苏唐看见他这副傻样，嘴角笑意加深，你再看，他也不会变成两个的。白羽耳尖微红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刚刚有点傻，不一会他又黏黏糊糊的凑过去，糖糖，你怎么想到给我做这个的？为什么给你做？这不是怕你闹吗？苏唐看着眼前两个俊美兽人，眼神温柔，认真的给他们说道，你们都给了我嫁妆，我总得回你们点什么。我被流放到这，身上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枚余生花做的草药球能帮助净化精神海，抵挡污秽入侵精神海，海灵参能卖到300金币，想来这枚花灰球也差不了多少，这就当我给你们的聘礼吧。苏唐脸上泛起不好意思的潮红，这个聘礼实在寒酸，可他现在除了这个，其他的一点拿不出来，总不能将他们俩的嫁妆又送回去吧。云离疑惑地看着他，糖糖，你说的聘礼是什么？苏唐皱眉，他们不知道聘礼。他使劲地翻找原主的记忆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。聘礼就是你们给了我嫁妆，那我就该给你们聘礼，这叫有来有回，代表我们都对这桩婚事感到满意。云离却是摇了摇头，眼神无奈，糖糖，我们没有聘礼这一说，这是你们人鱼内的习俗吗？苏唐只想赶紧忽悠过去，干巴巴的胡诌着，是我们那都是这样吧？那你们人鱼族的雄性真幸福，极地海域可不兴这个，这里雌性稀少，雄性要模样能力出众，才能被雌性挑中娶回去当受夫。雄性为了讨好雌性，让自己在婚后好过一点，就会备上好多珍贵的嫁妆讨好雌性。白羽见惯了那些已婚雄性下场，甚至想过干脆不嫁妻主，直到苏唐出现才改变了他的想法。云离眼底漾起波澜，嘴角弧度温软，糖糖，能遇见你，我们真的很幸运。听着他们这么说，苏唐睫毛一颤，心里莫名的不是滋味，只得眼神认真，言辞坚定地对他们说，我以后会努力对你们好的。闻言，白羽和云离脸上尽是笑意，他们的糖糖真的好可爱啊。不用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云离想到了什么，开口问道，糖糖，你之前也是这么为白羽清理精神海的吗？你还懂草药？一直避而不谈的话题被提起，苏唐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吐口而出。之前不是，是用的其他方法，这是用余生花为你清理精神海，是碰巧有余生花开花了，我想试试它的药效。似想到了什么，连忙解释道，我不是拿你做实验啊，余生花的功效也很强的，足够为你清理精神海了，更何况还有它的巫力保驾护航。云离听不懂什么叫实验，但他相信苏唐不会害他，我都知道的，他到处找草药，还不是
是因为他在寻宝会放下豪言壮语，如果真有兽人找他帮忙，他肯定不能像帮白羽那样帮他们清理精神海的，会暴露无礼，还被当成一个异类的。如果借助一些兽人不懂的草药，便能推脱说都是草药的功效，就能隐瞒下去了。海风徐徐吹起了他耳旁的发丝，苏唐眼神飘往远方，再等等吧，等到夏秋，我给你们找草药，帮你们找一些能增强异能的药。白羽和云离齐齐愣住，还有能增强异能的草药？苏唐认真的肯定道，海里的草药很少，他记忆里很多草药都是长在陆地上的，可这个世界的陆地少得可怜，更何况这里是极地海域，只有冰山冻土，根本种不了他想要的草药。当然可以了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糖糖，其他海域的兽人也如你这般聪慧吗？还是只有你们彩虹海域的人鱼知道？白羽一直待在极地海域，但也知道外面的海域是很不一样的，也不知道糖糖之前待过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苏唐内心一阵无语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只有我知道。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也不能直说，这些东西很少有兽人知道的，我也是偶然才知道一些。说着，他心虚的眨了眨眼睛，不动声色的转移话题。云离，你是什么异能啊？我都还不知道呢。被苏唐突然点到的云离脸上划过一丝错愕，随即唇畔勾起一抹温润的笑来。他轻抬起右手，一条绿色的藤蔓虚影从掌心破出。我是木系6阶。苏唐惊讶好奇的伸出指尖，藤蔓弯了弯身子，轻轻的碰上莹润的指尖，像是被小动物轻蹭了一下。哦，他好乖啊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白羽不屑的撇了撇嘴，眼底划过一丝嫉妒。我也很快就会升到6阶的，给他等着吧。又到了熟悉夜晚，苏唐错愣的看着眼前2个俊美的兽人，不自在的捏了捏指尖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明明前2晚2个人，一个在冰面，一个在洞外睡觉的。云离看着苏唐羞涩的模样，糖糖，我们既然都要成婚了，住在是早晚的事，所以不如现在先习惯一下。白羽斜睨了他一眼，糖糖也是你叫的，不过面上还是附和道，是啊，糖糖，成婚的雌雄兽人是要住在一个巢穴里的啊，住一起。苏唐整个人都傻掉了，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住的，根本不习惯睡觉的时候旁边有别人，可是他又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拒绝，只能妥协。好吧，你们可以睡着，但是苏唐正色道，我的贝壳床太小了，你们只能自己找地方住。云离点点好，没多反对。白羽动作很快，就在贝壳床的旁边给自己收拾出了一个窝来，得意的说，那我要睡着。苏唐看着这个距离自己贝壳床不到半米的窝，眼中划过一丝无奈，那你睡这吧。白羽得到允许，更加得意了，离得这么近，4舍5入就是他和糖糖一块睡的。虽然这个提议是云离提的，但便宜可都是他占到的，难怪母亲说他们虎鲸可是聪明的种族。云离看着他们2个互动，眼神稍暗，落寞的坐在洞口的一块岩石上。昨晚苏唐突如其来的消失昏迷，把他吓得够呛，他觉得他必须要看着他才能让自己心安。他看着已经坐在贝壳床的苏唐，一缕紫发顽皮的卡在胸间，喉结滚动，眼神一片灰暗。10来头虎鲸们自头顶上同时喷出6米高的水柱，新婚仪式正式开始了。白羽紧张的搓了搓手，黑圆的眼睛深深的看着身旁漂亮的雌性小人鱼，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。苏唐似有所感，轻轻转头对着他安抚般的笑了笑。白羽悄悄的深呼一口气，然后冷静坚定的立誓，我愿意奉苏唐为妻主，一生爱他护他，与他分享异能，共享寿命。势必天光微变，苏唐忽的一抖，一股新奇的能量注入他的体内，与他体内的巫力勾缠交融。他微皱着眉，开始触碰起这股能量，便出现一道锋刃将海水激起一道大坑。这时苏唐不确定的问道。白羽面色微变，深深的看着苏唐，这是我的异能。苏唐见白羽脸色不对，期待雀跃的心沉到谷底，本想细问，可眼下实在不是个问话的好时机，只得一脸纠结的看着他，暗自揣测难道是婚事出了问题。白羽见状，眼底划过一丝心疼，可是刚刚是受到的冲击实在太大了，他几乎现在就想脱衣服看看自己的胸膛，那股勾人的痒意像是住进了一只蛊虫，在他的心脏里翻滚撒泼。白羽，苏唐轻轻的开口，眉眼伤心的下垂，怎么会这样？白羽不知所措的看着小人鱼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他现在有一肚子的话都想问，可眼下却不是一个问话的好时机。苏唐依旧满脸失落，任谁在自己成婚当日，自己的新郎却突然变脸，心情都不能好过。白佩看着气氛僵持，忙出来打圆场，给苏唐解释道，婚事成了，你就能共享白羽的一半异能了，等到你们彻底结合，你就能共享白羽的全部异能了。苏唐神色复杂的看着白羽，感受那股陌生的力量，心中感叹道，真是神奇。苏唐和白羽之间的气氛诡异的很，完全不像刚成婚的甜蜜夫妻，都一脸心事的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白佩给他们使了几个眼色，都没搭理他，不得不出来主持大局。云离，该你了。云离看向身旁的苏唐，温润的深眸中淌着柔情。糖糖，该我们了，我愿意奉苏唐为妻主，一生护他爱他，与他分享的异能，共享寿命。话落，又是2道光打在了苏唐和云离身上。苏唐又感觉了一股力量从他的天灵盖处往下灌着，一股酥麻的痒意刺激他情不自禁的一抖，一根小藤蔓从颈后穿过，亲昵的蹭了蹭他的脸颊，安抚着他不安的内心。云离深褐色的瞳孔紧缩，身体微颤，难以置信的按上胸口位置，他能感觉到那里一团奇怪的力量在肆意的穿梭扎根，陌生到极致的力量盘旋在他胸口。这是异能？这不是异能。纵然他是第一次成婚立誓，但也知道按正常流程，雄性兽人是不会有所改变和感受的。这种感觉就好像他们才是在共享配偶异能的雌性一般。尽管心中已经掀起惊涛骇浪，云离还是敛了敛神色，温柔的宣告，糖糖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受夫了。从云离和白羽的反应中，他隐约的猜到了一些事，有的事他好像瞒不住了，他无力去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去欺骗他们。可是要跟他们坦白吗？那他们也会将他视为异类吗？一只手悄悄地握了上来，这个方向是白羽。糖糖，别担心，糖糖，你不会
会离开我的，对不对？白羽紧紧牵着苏唐的手，眼神湿漉漉的。他不怕糖糖的秘密，只是害怕这种不确定的感觉让他觉得不安稳。苏唐心头一软，回握住他的手。不会的，永远不会。冰凉的海水中，温凉的体温交换着两人的心意。里程，白佩一声话落，瞬间沸腾了起来，周围此起彼伏的发出一道道虎鲸鸣叫，为他们祝福喝彩。一道与兴奋的虎鲸兽人们格格不入的目光，冷幽的看着苏唐。苏唐皱眉，凑到白羽耳边轻声问道：“白羽，那是谁？”白羽瞬间炸毛：“你问他干嘛？他是我姐姐的受父，你不会也被他那副样子迷昏了眼吧？”白羽心中又唾弃，该死的东西，勾引了他姐姐还不够，还要来勾搭自己的妻主。苏唐哭笑不得，赶紧哄自家醋坛子：“你想哪去了？我对他没兴趣。”白羽冷哼一声，这点话可哄不好他。苏唐轻轻撇嘴，收起那点好奇，语气冷淡：“你如果不想说便不说了吧，我现在也不想知道。”糖糖，白羽恼地甩了甩额前的头发，不情不愿地讲述：“他叫连巡，是个灵虾兽人，是个没异能、没背景的弱兽人，却靠手段让我姐死心塌地只娶他一个，甚至挑拨姐姐和母亲的关系。”这下苏唐听明白了，他好笑地看着白羽，原来是个靠女人上位的绿茶男。你们俩也有矛盾吗？白羽像被踩了尾巴一样，炸毛般冷哼一声：“还不是他算计我，姐姐只娶了他一个没有异能的受父，那姐姐自然也没有异能了。可姐姐是我们京剧部落选定的下一任首领，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我头上，想要我娶一个赘妻留在部落里，好巩固白姐姐在部落的地位。”正说着，白旗带着虎鲸群捕猎回来了。云离浑身湿漉漉跑向苏唐：“糖糖，那只2头公头鲸是我自己猎的，另外几头做头鲸也是在我的帮忙下才猎到的。他就像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小朋友一样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夸奖。”苏唐轻轻为他拭去脸上的水珠：“真棒，云离，你真厉害。”云离眼神闪烁，有些不知所措的勾起唇，想跟苏唐说点甜话，却被2个不速之客打断。白羽脸色瞬间黑如锅底，死死盯着游来的姐姐白旗和他那妖里妖气的伴侣连巡，语气冰冷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白旗满脸甜蜜，笑得比新婚的白羽还要灿烂，亲昵地挽着连巡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今天你成婚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还不能来找你聊聊？”姐，白羽有些无奈地看着他，眼神落到他身旁的连巡身上，直接翻了个白眼，根本不想多施舍他一眼。连巡轻挑眉头，姿态妖娆地把玩着自己垂落的湿发，轻飘飘地看了眼白羽，白旗却像完全没感受到白羽和连巡之间诡异的气氛，语气热切地介绍着：“苏唐，这是我的受夫，他叫连巡，他好看吧？他可是我们部落里最好看的雄性兽人了。”苏唐淡淡一笑：“白羽给我说过他了，上次与白旗第一次见面，大家还有些拘谨，没想过白旗还有这么一面，像是完全陷入热恋的青年，满脑子只剩下恋爱，装不下其他事，2个好的就像连体婴一样。”连巡听到自己名字，看向苏唐，眼神闪过一丝惊艳，很快化作一丝懊恼和嫌恶，看着苏唐兴致缺缺的样子，又补充道：“寻性子胆小，是第一次参加部落里这种聚会，他是我唯一受夫，我很喜欢他。”苏唐神色淡淡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连巡没有得到预想的回答，恼恨地眯着眼睛，一个声名狼藉的罪词也敢这么无视他？白羽啊，你就找了个这样的雌性当妻主啊，自己还不是肤浅的找了个只有脸的废物雌性，你也有脸说你姐姐耽于情爱？白旗轻扯了一下连巡的胳膊，眼神慌乱的示意：“连巡，别说了。”白羽可忍不住了，嘴角生气的绷直，眼神责问的看着白旗：“你明知道我们不和，为什么还要把他带来？你就非要在今天跟我过不去吗？”白旗脸色正愣，仿佛被白羽的话伤了心，还未来得及解释，连巡又开始了下一波作死。白羽，话是我说的，你朝你姐姐吼什么？你身为部落里最有天赋潜力的兽人，找了这么个声名狼藉的雌性，还连累了部落买不了海灵参，你真是自私，还有什么脸瞧不起我和阿奇？苏唐静静的听着，每多听一句，他的脸就黑一分。我确实是个臭名远扬的雌性，但那怎样？苏唐轻笑一声，眼中划过不屑。我至少光明磊落，不像你自己无能，就将主意盘算到妻主的弟弟身上，还想要京剧部落少主的位置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连巡颤抖着手，恶狠狠地指着他。自她嫁给了白旗后，还没有兽人敢这么指着他骂。苏唐面色平静，唇畔勾起若有若无的微笑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别让我知道你还在背后算计白羽。海灵参的事，我自己负责，我不会让京剧部落的兽人死于精神海暴乱的。连巡阴柔的脸此时黑到极致，凭什么？就因为他雌性吗？所以首领轻而易举地接纳了他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勾引人鱼王不成的！云里紧缩着瞳孔，你想说什么？再敢污蔑苏唐，试试看！白旗崩溃，你们别再吵了，每次都这样，只要阿逆和连巡碰到一块，总会争执吵架。他只是想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。小雨，阿姐以后不会再带巡来打扰你了。说完，便拉着连巡离开了。他爱连巡不假，但也是真心疼爱他这个弟弟的。白羽瞥过眼，没有看他，声音低落：“姐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母亲可不会放任一个无能的雌性成为部落的下一任首领。”座头鲸和公头鲸很快被虎鲸兽人分食完毕。苏唐胃口小，也不爱吃生食，便将自己分到的肉都给了白羽和云里。白羽跟白旗吵了一架后，心情就非常低落，任凭苏唐怎么哄他也无济于事。白羽哑着嗓子跟苏唐说：“糖糖，我想自己去待会。以前他跟姐姐关系很好的，因为有同一个父亲，白旗对他一直极为照顾。自从姐姐娶了那个灵虾兽人后，他们之间就一直矛盾不断。如今他跟姐姐应该算决裂了吧？”白羽闷闷不乐地游到偏远的海域，看见水中漂浮灵虾，狠地吞吃一大波后，又一个劲地玩弄他们解气。水面上，苏唐郁闷地叹了口气，水中的小鱼慢慢朝他聚拢，围着他的尾巴打转。苏唐起了点兴
静止，想到了自己刚得的异能，意念一动，一股浅蓝色的风吹动着最上层的海水，海水裹挟着小鱼腾空而起，汇成梦幻水幕。苏唐神光微动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一根淡绿色的藤蔓顺着水幕的边缘攀爬上去，像是为水幕制作了一个边框似的。鱼儿在空中跳舞，在草蔓间穿梭，梦幻而灵动。苏唐沉浸的欣赏，唇边勾起一抹淡笑，心情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在玩什么呢？云离坐到了他身边，温润酥麻的声音像在亲吻他的耳畔。苏唐心跳骤漏，他强作镇定，指尖光晕微颤，太无聊了，所以玩一玩。云离浅浅点头，确实漂亮，也不知道是在说水幕还是在说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跟云离单独相处的时候，总是会心跳加速。苏唐望向无尽苍穹，这里除了你，便只有海兽人吗？没有其他的兽人吗？云离默然，蓝色眼眸随之望向天际。我小时候听我的父母讲过，以前是有天兽人的，他们长着翅膀，住在天上，或许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云离想起自己早逝的母父，眼神黯淡，察觉到身边人的情绪低落。苏唐无声地靠近着他，直至体温相融。云离，所有的传说都不是毫无根据的，也许真的有天兽人也说不定。海风骤然凛冽，卷起云离衣襟，眼睛漾起大海一般的忧郁。糖糖，如果我也有部落就好了，若我有部落，到时候2个部落给你撑腰，就没有兽人敢欺负你了。苏唐愕然，谁欺负他？他只觉群居如枷锁，急切地摇头。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部落。云离死死盯着他，沉默如刀。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向往群居？他记得人鱼也是跟族群一起生活的，他很羡慕白羽，他更早认识糖糖，也更得糖糖的宠爱，还有一个那么好的部落，可自己给不了糖糖那么丰厚的嫁妆，也没有一个族群给糖糖作为依靠。自卑如墨汁滴入精神海，翻涌污秽，却瞬间被一缕悄然潜入的紫色乌力贪婪吞噬。云离的新书弟平静了下来，紧接着身体里窜起另外一股感觉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他有些难堪地咬紧了牙关，他好像发情期到了。注意到云离的异常，苏唐紧张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别看！”云离破碎哀求，滚烫脸颊猛地埋进他冰凉颈窝，给我抱抱，抱一会就好。时过正午，遮天蔽日的灰影冲破波涛，50米巨鲸鲨群如移动山脉碾碎而来，虎鲸群瞬间沦为渺小蝼蚁，为首的巨型鲸鲨头顶，艳红鱼尾的西之踏浪狂笑：“不好意思啊，这块海域我们要了。”他身后的鲸鲨身上站着的2个兽人，赫然就是如穗和西虫。苏唐脸色微沉，目光警惕，鲸鲨群慢慢靠近，它们身量极大，是海洋中最大的鱼类，一点点游过来的气势比千军万马还要磅礴。鲸巨部落的虎鲸兽人也慢慢聚拢过来，眼神狠厉，随时准备给这些鲸鲨兽人们一点颜色瞧瞧。西之最前面的鲸鲨上不急不慢地抚了一下头发，不屑地扫向苏唐：“外来人鱼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说来，我弟弟也是前日成婚的，他成婚的那个海域可比这好多了。”西之说完，微微停顿。最近我们的海灵参卖得很好，新得了很多宝贝，都给西虫当做嫁妆了。手串上的琥珀珠子透明细腻，光泽柔和，确实很美。苏唐完全不被西之的话激怒到，淡淡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西之错愕地看着他，这条人鱼怎么是这样的反应？苏唐无奈，只能重复一遍：“你的手串确实很美。”西之错愣了一刹那，随即恼羞成怒：“这条人鱼笨得听不懂话吗？既然你们不愿意，那就让你们的雌性亲自去给我们捕猎，补偿我们吧。这的雌性只有3个，白佩、白旗和苏唐。”西之的话一出，虎鲸兽人们脸色倏地难看起来。西之胜券在握地站在一头鲸鲨头上，傲慢的姿势不变。鲸鲨的体型纵然是虎鲸的2倍，但虎鲸们依然毫不畏惧，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张嘴露出锋利的牙齿，向缩在鲸鲨群里不起眼的大白鲨示威。两相对峙，时间一点点地流逝。倏地，一阵飓风吹过，将西之从鲸鲨头上刮了下来。关键是这风就跟有眼睛一样，只刮西之一个兽人。西之从海里探出头来，冷艳的脸上满是羞恼。白佩淡定地从虎鲸中出来，不温不火地看着陷落在巨大鲸鲨群中的雌性，语气温和，就像教导一个不听话的后辈一样。西之，你太年轻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瞬间，西之冷艳的脸扭曲，身体怒长，化作鲸鲨。瞬间，他的身体继续暴增到50米。他有一个力量异能的受缚，最近凭借海灵参清理精神海后，成功升到5阶。苏唐担忧地看着白佩，在堪比一个海岛的鲸鲨面前，还是人形的白佩渺小的跟个蚂蚁一般。母亲，她不会出事吧？云离抿着嘴角，脸上严肃，应该不会。白首领能力很强的，不会落他下风。苏唐依旧担忧不止，紫眸中泛起焦灼。白羽不在，你能帮母亲吗？云离却是为难的摇头，不行的，这是雌性间的战斗，雄性是不能随意插手的。什么？苏唐眼露惊讶，他们这边一共就3个雌性，白旗没有异能，那边只有他。苏唐咬了咬唇，白佩和西之已经打得不可开交，周围的兽人都已经隔得远远，生怕被误伤到。鲸鲨雌性找准了机会，准备扑过去将人形的虎鲸首领吞掉。谁知虎鲸首领倏地张开了嘴巴，一阵音波震得西之后退，在水中不断的翻滚，企图摆脱音波的侵袭。姐姐，西虫担心的叫道。陪在一旁的如穗搂着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别急啊！”巨大的鲸鲨在海水痛苦的扑腾起来，一举一动的掀起一层滔天巨浪。不行，西虫咬着牙，那个姓白的娶了那么多受妇，各种异能层出不穷，姐姐对付不了他。